天文學家把目光投向 NASA 那2位老前輩，先驅者10號和11號，用他們在深空留下的軌跡當線索，追着一個看似不起眼卻足以讓人起雞皮疙瘩的異常現象一路查到底。當先驅者10號和11號飛到離地球大約20個天文單位那麼遠的地方時，數據突然冒出一個怪信號，它們好像被輕輕拽了一下，出現了一個朝向太陽的微小加速度，力很小，小到幾乎像錯覺，但偏偏穩定的離譜。科學家當然一臉問號。這個現象後來被叫做先驅者異常，它像一根刺扎進科學圈好多年。到底是宇宙裡真有某種我們沒見過的力量在暗中出手，還是我們理解自然規律的那套物理学其實還缺了一塊拼圖？結果等了幾十年，隨着資料越翻越全，模型越做越細，一個更接地氣的答案浮出水面。問題不一定在宇宙深處，反而可能藏在航天器自己的工程細節裡。所以這期視頻我們就像講一樁科學懸案，先把異常現象怎麼被發現，為什麼重要講清楚，再一步步復盤科學家如何排除干擾，追根溯源，最終把謎團拆開給你看。好了，繫好安全帶，我們從深空的第一條怪線索開始講起。時間撥回深空探索還很青澀的年代， NASA 在1972年和1973年先後把先驅者10號、先驅者11號送上天。那會儿的每一次發射，都像把人類的手第一次伸進未知的黑暗裡摸索。他們的任務不只是去看一眼外行星就回頭，而是先拜訪木星、土星這些巨無霸，再繼續往外走，像遠航的船一樣，衝出我們熟悉的太陽系海岸線。先驅者10號率先完成歷史性一躍，成為第一艘近距離飛越木星的探測器，而先驅者11號更進一步，不僅掠過木星，還接着去拜訪土星，把人類對外行星的第一手見聞帶回地球。等他們完成行星會面之後，就像被甩上了一條超長的離心軌道，速度不緊不慢，卻堅定地遠離太陽，朝着更冷、更暗、更空曠的星際空間一路飄去。為了知道他們到底飛到哪兒，飛得穩不穩，科學家做了一件很朴素卻很硬核的事，持續讓地球和航天器互相打電話，用无线電信號一來一回，給探測器做長期定位。工程師盯着信號頻率那點幾乎看不見的細微变化，也就是多普勒效應，像聽救護車靠近時音調变尖那樣，就能把航天器的速度、加速度算得非常精細，精細到让人懷疑是不是在數宇宙的塵埃。這套方法靈敏到什麼程度？哪怕航天器的軌跡只比預測值偏一丁點，它也能把那點偏差抓出來，像在黑暗裡抓住一根頭髮絲那麼誇張。也正因為這種盯梢式的長期跟蹤，異常才沒能躲過去，在一串又一串看似平靜的數字背後，開始露出不尋常的尾巴。當2艘探測器都飛到離太陽大約20個天文單位的區域時，軌道計算突然對不上了，不是大偏差，而是那種怎麼看都不該有，但就是一直在的小偏差。它們當然還是在往外飛，可速度卻像被悄悄踩了點剎車，比預計慢了一點點，感覺就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朝着太陽方向輕輕拉着他們，不讓他們走得那麼順。最詭異的是，這個效果小得幾乎不像真正的力量，卻又穩定得嚇人，不是一會兒有一會兒沒，而是像滴水穿石那樣一直存在。而且它不是某一艘探測器的個體毛病，2艘都出现了。更關鍵的是，觀測拉得越久，這個信號越清晰，像一條細線在數據裡頑固的不肯消失。科學家把實際數據和導航模型一對比，立刻發現偏差確實不大，
但它像釘子一樣釘在那兒，小文重複出現，完全不像隨手就能抹掉的誤差。如果你用數學語言來描述，解決對不齊的辦法很直接，只要在方程裡加上一個朝太陽方向恆定存在的小加速度項，模型和數據就能重新貼合的嚴絲合縫。於是，這個看似不起眼，卻能把模型逼得改公式的現象，正是被命名為先驅者號異常。它真正嚇人的地方不在力有多大，而在它有多一致。小可以忍，但一致就意味着背後可能有規律、有原因、有東西在起作用。你想想看，2艘探測器相隔1年發射，走的路線也不一樣，卻在離太陽差不多同一段距離時，都撞上同一種解釋不了的偏差，這就很難用巧合2個字糊弄過去。也正因為如此，它不像隨機噪聲那樣忽大忽小，也不像一次性數據錯誤那樣修正就沒，更不像某個零件壞了那種孤立故障，它更像一個系統性信號。一開始，科學家非常克制，面對這種異常，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發現新物理了，而是先別激動，可能是我們哪兒沒算對。畢竟深空導航裡到處都是小力、引力、太陽光壓、航天器自身的各種系統效應。時間一拉長，任何一点点不確定都可能累積成偏差。可問題在於，團隊反覆把這些已知因素一項項加回去，修正再修正。那個朝太陽的輕拽依舊在數據裡穩穩站着。於是一個嚴肅的問題擺上桌面，到底是宇宙裡真有某種未知物理因素在影響探測器，還是我們描述航天器運動的模型裡漏掉了某個看似不起眼但長期有效的關鍵環節？先驅者異常之所以迅速吸引火力，是因為這種精密跟蹤本身就像一台超級靈敏的實驗儀器。在太空裡，航天器的運動可以拿來檢驗物理學，很多時候比地面實驗還乾淨。尤其是在離太陽很遠的地方，外界干擾更少，很多力都变得微弱，航天器的運動反而更容易計算。也正因如此，哪怕出現一點點偏差，也會更容易被檢測出來，像白紙上的墨點特別顯眼。所以深空探測器不僅是拍照片、傳數據的任務工具，它們本身還是研究工程系統細節，甚至驗證基礎物理學的寶貴平台。一艘探測器常常兼具實驗裝置的身份。也正因為它站在精密測量的核心位置，先驅者異常從一開始就被當成真正的科學問題對待，而不是茶餘飯後的奇聞。它值得被認真追問，到底哪裡不對？在早期討論裡，不少人確實動過新物理的念頭。這種穩定朝向太陽的加速度，會不會是在敲門，提醒我們物理學還藏着沒打開的暗門？因為這個加速度看起來既恆定又指向太陽。有人就猜，會不會在非常遙遠的尺度上，牛頓的反平方引力定律出現了微妙偏離，哪怕只偏一點點，也可能在長距離飞行裡被放大得足夠明顯。也有人把目光投向更宏大的框架，廣義相對論有沒有遺漏項？宇宙膨脹會不會以某種方式滲透到局部運動，甚至更大尺度的宇宙效應？會不會在深空裡留下可測的痕跡？於是論文裡各種想法像潮水一樣湧出來。有人提出修正引力模型，有人談宇宙時間相關的效應，還有人給出更腦洞的时空解釋。目標都一樣，讓那些顽固的數據回到可理解的軌道上。但要強調，這些提議並不是為了博眼球。在科學裡，面對解釋不了的觀測，提出可能性本來就是合理的下一步。它們本質上是在現有理論框架內做嚴肅推演。如果數據是真的，那麼哪種機制最可能解釋它？
這就是科學家在黑暗裡摸索方向時常用的手電筒。與此同時，另一派更謹慎的聲音也起来了，也許不用急着把鍋甩給宇宙尺度的新規律，先看看有沒有更朴素、更工程化的原因。於是工程師和物理學家把先驅者號當成一台精密機器來複檢，從結構到材料，從姿態到熱量管理，幾乎要把它在圖紙和數據裡拆開重裝一遍。很快，一個看似不起眼卻極其關鍵的方向被鎖定，熱，也就是熱物理學問題。因為在太空裡，熱不是浪費，它會以輻射的形式帶着动量離開。先驅者號使用的是放射性同位素熱電發電機供電，簡單說，就是靠放射性衰變不停放熱，再把一部分熱量轉換成電能，像一個永不熄火的小暖爐，持續給航天器供電續命。這也就意味着，航天器不是靜靜地飄着，它一直在往外吐熱，把熱量以紅外輻射的方式持續丟進宇宙的冷背景裡。再加上機身內部的電子設備，只要一通電就会發熱，這些熱量最終也得散出去。所以整艘飛船其實就是一個不斷散熱的系統。而基礎物理告訴我們一個很反直覺的事實：輻射不只是能量，它還携帶动量。你把光、热往一個方向發出去，自己就會受到一個反方向的輕微反推。如果这些熱量完美地朝四面八方均匀輻射，反衝彼此抵消，合力就等於0，航天器當然不會被推走。可一旦熱量散發不均匀，比如某些面更熱，某些面更容易把熱輻射出去，那就會出現一個極小卻持續的反衝力，像一台幾乎感受不到的微型發動機，一直在悄悄推着航天器偏離。問題是，最初大家很難驗證這條路，一方面當年的熱模型做得沒那麼細，很多熱量怎麼流、怎麼反射、怎麼輻射出去都不夠清楚；另一方面，早期遙測數據也有限，想把熱反衝算準並不容易。早期導航模型更像是宏觀導航地圖，它沒有把探測器內部結構、表面材料特性、熱分布這些微觀細節完整納入，而恰恰是這些細節可能在深空裡累積成可測的偏差。多年以後，關鍵轉折來了，科學家設法找回更完整的工程檔案和遙測信息，像翻出一批塵封的舊賬本，然後據此重建了先驅者號更接近真實的完整熱模型。他们把熱量從出生到離開的全過程都模擬出來，熱從哪裡產生，怎麼在結構裡傳導，被哪些表面反射，最終從哪個方向以輻射形式逃逸到太空，一步步算清楚，才能把由此帶來的反衝力估出來。計算結果顯示，電力系統和電子設備產生的熱量並不是完美對稱的散出去，它們的各項異性熱輻射恰好在向陽方向形成了一個小而穩定的力，就像航天器自己在偏心散熱，給了自己一記持續的輕推。更致命的是，這股熱反衝力不光方向對得上，大小也對得上，它幾乎完美複刻了先驅者1常裡那種朝太陽輕拽的特徵。當團隊把這項熱反衝力正式寫進導航模型裡，再回頭對比數據，那個異常加速度就像被關燈一樣直接消失，模型和觀測重新嚴絲合縫。所以結論很清楚，這並不是宇宙向我們暗示什麼新物理定律，而是我們先前少算了一項很現實的工程效應。它的來源是一個很小、很容易被忽略的工程因素，在當年的分析裡，這個因素並沒有被充分建模，結果在漫長的深空飛行中累積成了證據。先驅者1常確實是真實存在的信號，不是數據幻覺，但它的解釋不需要推翻教科書。用傳統物理，熱輻射攜帶動量，反衝產生微推力，就能把它講得明明白白。
這個謎團的解開，不僅對空間科學是一次補課，對科學方法本身也是一次示範。當數據不聽話時，科學該怎麼一步步把真相逼出來？第一，它讓我們看到，在深空這種幾乎沒什麼外力的環境裡，再微弱的力量，只要持續時間夠長，都能積累成可測的影響，小到像羽毛落下，但幾十年後足以把軌跡拉開差距。外部干擾越小，內部小效應就越顯眼，哪怕只是熱輻射這種平常不太被當回事的微弱效應，也能像慢動作推手一樣，慢慢把航天器的運動狀態推到我們看得見的偏差上。第二，他狠狠強調了一點，做深空任務，航天器建模必須足夠細，不是只算大方向就行，而是要把那些看起來無關緊要的細節也納入，因為偏差往往就藏在細節裡。今天的深空任務之所以會使用更複雜的熱力學模型、結構模型、系統模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吸取了先驅者號這樣的教訓。你不把熱、結構、反射這些因素算清楚，宇宙遲早用數據提醒你漏項了。工程師也因此更明白，熱怎麼走，輻射怎麼出，內部系統怎麼分布，都会在長期軌跡上留下痕跡。理解越深，設計時就越能提前把問題按死，讓航天器在幾十年的旅程裡更可控、更可預測。第三，他展示了一套非常經典的科学應對方式。當你面对無法解釋的數據，正確姿勢不是否認，也不是亂猜，而是把它當成一個必須被解釋清楚的硬問題。先驅者異常沒有被當作噪聲掃進垃圾桶，相反，它被嚴肅記錄、持續追蹤，成為很多團隊心裡那根一直沒拔掉的刺。它經歷了多年拉鋸戰，有人建模，有人複核，有人寫論文辯論，公開討論，反覆分析，每一步都在把可能性縮小，把真相逼近。人們把能想到的解釋幾乎都擺上台面，從聽上去很革命的奇異物理學，到更保守、更工程化的原因，一條條假設被提出、被檢驗、被淘汰，而最終勝出的答案，不是靠想象力堆出來的，而是靠更完整的數據、更加精細的建模，以及对航天器自身系統更深入、更耐心的拆解式分析。證據把結論推到了台前。這件事也把科學實踐裡一個核心原則講得特別直白：科學不是靠信念，而是靠可檢驗的解釋站穩腳跟。面對異常，你當然要嚴查到底，絕不放過，但也別太快把它包裝成顛覆性發現。很多時候，真相不是推翻宇宙，而是補全你漏掉的那一項現實細節。此外，材料裡還順帶提到另一個更飄的現象——飛掠異常。有些航天器做地球引力輔助機動時，理論上應該獲得某個速度增量，但實際測到的速度卻偏快一點點，像是多拿了一點免費加速。不同於先驅者異常那種穩定、可復現的特徵，飛掠異常並不是每次任務都出現，也不总是持續可見。所以到今天它背後到底是什麼機制，還没有一個像熱反衝那樣乾淨利落的統一答案。不過從空間科學的歷史經驗看，很多看上去像新物理的異常，最後往往會隨着測量更精、模型更準而回歸傳統解釋。不是因為異常不重要，而是因為我們終於把該算的都算對了。所以今天先驅者異常基本已經被歸檔為解決了的科學案例，它從懸案變成教案，成為後人反覆引用的經典例子。它不再威脅引力理論或宇宙學的大廈，但依然是一堂分量十足的課。在精確科學與長期深空飛行裡，真正決定成敗的，往往是那些被忽略的微小效應和細節模型。往前看，
未來的深空任務只會飛得更遠，活得更久，也必然會不斷挑戰導航精度的極限。你越想走得準，宇宙就越會考你算得細不細。當航天器飛行距離更遠，運行時間更長，各種小偏差就更容易冒頭。類似先驅者異常這樣的細小差異，很可能還會以不同面貌再次出現。而先驅者 Pioneer 這個案例，就像一份處理藍圖，先把測量做扎實，再用保守可驗證的建模一步步逼近真相，最後靠長期分析讓結論經得起時間考驗。先驅者10號和11號的故事，最終並不是我們發現了宇宙新力量的爽文劇情，而更像一段真實的科研記錄。你以為要改寫物理學，結果發現是自己漏算了細節。它真正講的是，科學理解不是一拍腦袋得來的，而是在耐心、證據與模型不斷改進中，一步步變得更準、更穩、更接近真實。每一次修正，都是向真相靠近一點。先驅者異常確實存在過，它不是傳說，也不是誤讀，而是真真切切刻在長期數據裡的那條細線。但它的根源最終回到簡單樸素的物理原理：熱輻射帶動量、反衝形成微推力，而不是某条新自然定律。也正因為这次教訓，後來人們對深空任務的設計、建模與理解方式都被他悄悄改寫了一遍。感謝您看到這裡，如果您喜歡這種用講故事的方法，把最新科技講得更直觀、更好懂，歡迎點讚、轉發、訂閱支持，我們會不斷推出這樣的內容，陪您一起追前沿。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見。